如何成为一名音乐制作人，或者说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音乐制作人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乐。Gentlemen, welcome to 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想通过自学来进行一些音乐创作的话，我总结了一下我自己的经验，这个视频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帮助。如果你已经是一名音乐制作人了，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验，或者让我们互相鼓励一下。Because I want to be great. 想要成为一名制作人的第一步，就是你要对音乐有极大的热情。只有热情，才会对你的创作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。你能点进这个视频，说明你大概率对音乐有足够的热爱。假如你是无意点开这个视频，你也可以判别一下自己够不够喜欢音乐。我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：第一，你可以回顾一下你这些年听音乐花了多少钱。你的流媒体会员费、专辑、数字专辑的购买和听音设备的投入。如果你每年听音乐的花费超过了300人民币，那说明你已经很喜欢音乐。如果你每年的花销超过1000块钱人民币，那足以证明你热爱音乐。注意，这类开销并不包含音乐人、乐队的周边购买以及各类演唱会、音乐节的门票。这类开销往往带有社交和廉价的装逼属性。这就是音乐市场现状，真他妈惨！如果你每天听音乐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，也说明你非常喜欢音乐；如果你每天听音乐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，那说明你非常热爱音乐。Nice. 注意，我说的这个时间是你打开播放器，找到一张专辑或者歌单，戴上耳机或者连接音箱所听音乐用的时间。你随便点开一个推荐列表，或者点开我的收藏，为了当做背景音乐而听音乐的时间不算在其中。虽然在任何时候听音乐都是一个好的习惯，然后最核心的是你要选择并学会使用一个音乐制作软件。选择一个你认为好用的DAW。现在几乎已经不存在不会使用软件的制作人了，所以这要求你有一台电脑来运行这个DAW。如果你是 PC 用户，你需要以下这些配置；如果你是 Mac 用户，则你的最低配置需要达到这样。当然，你的电脑配置越高越好，这会大大提升你的工作效率，也会极大的延长你鼠标和键盘的使用寿命。如何选择DAW是大部分新手面临的首要难题。现在主流的音乐制作软件有这些。你使用任何的DAW都不会影响你做出优秀的作品，但使用更先进、更强大的DAW会极大化的提升你的效率和创意。所以我更推荐你使用 Ableton Live。如果你要考虑性价比 ，Logic 是首选，一次购买，终生免费。但我还是更推荐你使用 Ableton Live。如果你是初学者，可以看这个教程和阅读 Ableton Live 的说明书。以我个人的经验，这可能要花费你2个月的时间。然后是关于设备的问题，除了电脑，你还需要一些额外的设备。必需品是你需要有一副监听耳机。所谓监听耳机，就是追求声音真实。从技术上来讲，监听耳机的频响曲线追求平，以确保你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接近声音本来的样子。我曾经做过一期我的监听设备分享，你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。监听耳机的价格并不夸张，索尼、拜亚动力、深海塞尔等一些品牌都有价格便宜、非常优秀的耳机，像索尼的7506、拜亚动力的 DT770。然后你还需要一个音频设备接口，也就是声卡，尤其是你需要录制一些原声或者电声乐器的需求的话。初学的时候你可以不用着急，这不是必需品，虽然你以后肯定会需要。而且随着时间和金钱的投入，你的设备会越来越多。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和喜好在这些品牌里做选择。如果你想暂时性一步到位的话，可以在这些品牌里选择他们的旗舰产品。然后也是差不多必须的一个设备 MIDI 键盘，这可以让你做音乐的过程变成玩音乐。你用鼠标点几个音符出来的感觉和你在 MIDI 键盘上摁几个音符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此外 MIDI 键盘还能帮助你去更好的学习乐理。你可以从这些主流的品牌里进行选择。如果你的经济条件比较充足的话，你可以在监听耳机之外增加一对监听音箱。性价比高的监听音箱有以下这些选择。如果你想搞得再好一点的话，可以从 ADM 的 A 系列和真力的8000系列里边进行选择，或者选择其他同级的产品。如果你想一步到位的话，你可以选择真力的3分屏。如果你不考虑价钱的话，你可以去看一下赤脚、罗杰之声等这些昂贵的音响品牌。上述所有的品牌和产品都是我使用过或者是我了解过的，大概率不会踩坑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更好的推荐，可以在评论区讨论。关于如何选购设备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。你想买任何一个设备，你都可以上 Sweetwater 这个网站上去看。这虽然是一个线上商城，但是产品非常全面，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任何产品的价格、参数还有评测。当你有这些选择后，你可以去这些产品的官网去看一下他们更详细的介绍。最后，你再去 YouTube 搜索这些产品的相关评测，然后帮助你做出你最终的选择。然后关于插件的问题，初学的时候我不建议你购买任何第三方的音源、效果器、合成器，花里胡哨没啥大用。当然，我更不建议你安装盗版插件。
第一，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；第二，如果你得来一个东西太轻松的话，你不会去珍惜这个东西，你也不会去花时间去研究它，最后你就会沦为设备奴隶，成为一个廉价的预制玩家。然后等你把你道里自带的这些插件学会，然后再去购买额外的软件。这个时候你目标明确，直奔主题，经过深思熟虑且做出同类对比下，选出你当下最好的选择，也能更让你花功夫去研究、去把玩。如果你已经是一名音乐制作人了，那这些插件厂商有着非常好的口碑和产品，你可以在 Plugin Buddy上了解更多更新的插件和厂商。最后就是你要保持持续的学习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这关乎于你制作音乐的上限。随着你制作水平的提高，你要学的东西也越来越多，尤其是在软件日益进步的现在，你不学习就会落伍。所以让我们每天打开Ableton Live1个小时。如果你想学乐理，可以去看好和弦这个频道，或者尝试攻克一下爵士宝典。如果你想学尖的制作技术，你可以去看梁欢的尽量更新。如果你的英文还不错，或者说像我一样翻译工具用得好，你可以去 YouTube 关注这些频道。如果你想找一些插件评测或使用方法，可以关注这2个频道。当然，最好的方法是你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的订阅列表是公开的，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世界上最好的制作者和分享者们。或者说你有哪些值得推荐的频道，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，让我们共产起来。还有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，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，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那么难，这么复杂，慢慢玩，玩啥不是玩，对吧？如果你也是一个制作人的话，你发行作品没有人听，也不要心灰，像我们这种没有人听的制作人还有很多，对吧？你这么去想，这些烂货总有一天会没饭吃的。虽然这个时代音乐已经成了附属品，但请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热情，拓宽你的审美，制作更好的音乐。如果我们不去和充满粗制滥造的市场去斗争，那么还有谁去呢？尤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傻逼开始吹捧 AI 制作的音乐了。先关注，总之我们玩点含蓄。